你知道嗎 ？AI 晶片再怎麼強，也可能輸在交通問題。想象一下，你打造了一顆地表最強 AI 處理器，效能爆表啊！但當它要把數据傳出去，卻卡在出口，傳輸的速度跟不上運算的速度。結果呢，就像用賓士引擎配腳踏車的車輪，把引擎的優勢整個拖垮。所以現在所有人都在瘋一個新解法——矽光子。從台積電、輝達、英特爾到歐洲的 Photon Delta， 台灣的日月光、華星光全部殺進這場讓光取代電的革命，甚至還聯合起來組成了矽光子產業聯盟和 HISPA 國際矽光子一直整合聯盟，誓言改寫 AI 運算與資料中心的傳輸未來。但矽光子到底是什麼？它真的有可能顛覆半導體世界，甚至台灣的半導體優勢嗎？今天我們就來解密這場晶片界的光速革命，因為看懂矽光子，才算真正站在 AI 世代資料傳輸的浪頭上。為了在半導體市場取得先機，所有半導體廠都卯足全力研發更小、指令處理速率更快的晶片。前面呢，我們花了好幾集介紹過去和未來要如何縮小電晶體。但除了電晶體本身之外，晶片上還有另一個會影響速度的關鍵，就是用來傳輸訊號的線路。1959年，快捷半導體與 Intel 這兩家公司的共同創辦人羅伯特·諾伊斯博士提出一種新型基體電路，稱為單晶片基體電路，能把電路板上電晶體、電阻、電容等各式電子元件都整合在同一片晶片上，並在晶片上以平面製成的金屬線相連接，這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基體電路 IC。因為半導體製程技術與基體電路概念的出現，我們終於能讓所有元件跟着電晶體一同縮小。現在，當電晶體越來越小，基體電路內各電子元件之間的連接線路也不斷微縮。然而，一旦想把金屬線路做得更細，電阻就會變大，產生訊號損耗和發熱等問題。此外，金屬線路之間存在的電容也會讓響應速率變慢。於是，就算基體電路本身的製程技術不斷突破，遲早還是會遇到電訊號傳輸的物理極限。另一方面，隨着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的時代到來，晶片間快速傳輸大量數據的需求也指數性的上升啊。像是 OpenAI 或是 Google 這種提供相關服務的公司，就需要一個是好多個龐大的資料中心來處理並儲存來自全世界的資料。資料中心內部的資料流通量往往是使用者端的數十甚至百萬倍。改善內部的資料傳輸，就成了資料中心實現高速運算非得克服的關卡。想要提升晶片之間以及伺服器、儲存與網絡設備之間的傳輸速率，方法呢，就是把電訊號轉成光訊號來傳送。就像我們早已經把網絡線路從電纜改成光纜，就是希望用光來傳送訊息。用光來傳輸訊號的好處可不少啊，包括更大的傳輸頻寬以及更長的傳輸距離。光纖能提供的頻寬，在短距離的訊號傳輸應用上，通常是銅線的10倍以上。而且光通訊還能橫跨數百乃至數千公里的距離，像是海底光纜，途中每公里的訊號強度損失非常低。那既然光通訊那麼香，還不趕快把晶片上面的連接線全部改成光纖，讓傳輸速率跟資料量來個歐拉的提升呢？因為現實當然沒有那麼簡單。常見的光纖是用玻璃或塑膠這類的透明材料作為核心，外面包覆折射率較低的一層材料。這種結構可以讓光波以全反射的方式在光纖中傳播，才能沿着光纖左彎右拐。平常當作長距離傳輸的網路線，用起來沒什麼問題。不過光纖這麼大一條，根本沒辦法放在小小的晶片上。要如何在矽晶片上用微米和次微米元件來操控光，就是矽光子這門學問研究的主題。好消息是，矽雖然會吸收波長1100奈米以下的光波，但對於一般光纖通訊所使用的波長1100奈米以上的近紅外光來說，是完全透明的，也就是沒有光吸收的現象。這意思就是波長在1100奈米以上的光波在矽中傳播，材料本身的性質並不會造成光強度損耗。因此，原則上，只要透過現有的半導體製程技術，就可以在矽基板上做出數百奈米寬的矽波導，也就是類似光纖的構造，讓光訊號可以通過。這種微小的基體光路，如果和矽晶片上的基體電路整合在一起，就可以縮小封裝尺寸，提升晶片之間的傳輸資料量。目前短距離的光連接使用的是已經有10多年歷史的插拔式光收發模組。
處理器計算完成後，送出電訊號，得先透過光收發模組中的發射器光學次組件轉換成光訊號，進入光纖傳送，再透過另一端的光收發模組中的接受器光學次組件轉回電訊號。這種光收發模組內使用的是傳統的雷射二極體作為光源，而且在接收端必須先將光訊號轉換為電訊號之後，再送進伺服器或網絡通訊設備內。這就像田徑接力賽一樣，訊號要在不同選手間交互傳遞，轉來轉去的。你也能理解，這使得傳輸效率仍有改進的空間，無法跟上 AI 時代爆炸性的資料需求。於是，矽光子技術在訊號轉換上雖然沒有改變，仍然必須經過電轉光以及光轉電的過程。但是，矽光子的目標是將光通訊元件直接整合在晶片上，這可以減少對長距離電訊號互聯的需求，大幅降低電訊號的傳播延遲跟損耗。這就像是用高速子彈列車取代擁擠的城市道路一樣，數據傳輸速率更快、更遠，而且損失更小。要做到這點，就必須開發全新的光子元件與封裝技術。有了亟待滿足的需求，矽光子的發展也就開始加速了。一個完整的矽光子光路主要由4個元件組成，負責發光的雷射光源，將電訊號轉換為光訊號的調變器，傳送或操控光訊號的各型波導元件，以及將光訊號轉為電訊號的光接收器。現在研究人員的目標就是將這些光子元件用成熟的半導體製程技術製作與整合在同一片矽基板上，並且與基體電路封裝在一起。不過，在第一步光源的部分就遇到了困難。單晶矽的材料特性之一就是它的能帶結構屬於間接能矽，所以它的發光效率非常低。這白話文說就是它沒辦法產生光。相較之下，元素週期表上在矽所在的第4族兩側，由第3族和第5族元素形成的半導體化合物與半導體合金，像是砷化鎵、磷化銦以及佳音砷磷等直接能矽材料，都是可制作出半導體雷射的理想半導體材料。於是，研究人員需要將以3、5族為基礎的材料，或以制作完成的雷射二极體鍵合或倒裝在單晶矽的基板上。這就是所謂的異質整合技術。異質整合有幾個途徑，其中一種是透過覆晶技術，在雷射二極體晶片上面直接先做好電極焊點，然後把晶片翻過來焊接，或用直接金屬鍵合等方式連接到矽光子晶片上的電路接點上。這種構造稱為直接安裝式雷射，而這種整合方式則稱為混合式整合。雖然成本較低，但是要讓雷射二極體對準矽波導中心位置的難度也較高。另一種常見的做法，則是在矽晶圓上先将波導元件制作完成，然後将3、5族雷射材料和矽光子晶片直接鍵合在一起。接着呢，在3、5族材料上進行蝕刻、金屬化和鈍化等步驟，制作出雷射二極體。這種構造稱為異質整合雷射或異質矽光子雷射，因為是先將3、5族材料與矽光子晶片結合好之後，才以半導體製程技術做雷射二極體與光波導之間的對準。跟前面介紹的覆晶技術比起來呢，省去了整合雷射與矽晶片時需要拾取、放置雷射晶片再對準的麻煩。此外，有人提出了在矽基板上先長出鍺虛擬基板層，再長出鍺錫合金，這種做法可以制作出雷射二極體。還有一派認為，這些整合工程實在太麻煩了，不如就把雷射二極體放在矽光子晶片外頭吧，這樣還可以避免矽光子晶片過熱的問題呢。雖然不同的雷射二極體與矽光子晶片整合方法在不同的應用中各有優勢，但透過晶圓鍵合的異質整合技術，是目前公認在大規模矽光子整合中最廣泛採用也最有前景的解決方案。除了光源之外，矽光子在發展時曾遇到的另一個難題，就是從電訊號轉換成光訊號這個步驟。簡單來說，就是要能將電訊號的高電壓與低電壓用光的明與暗來表示，才能用光來傳遞資訊。聽起來沒有很難啊，不就是在高電壓的時候把雷射光源打開，低電壓的時候關起來嗎？首先，直接調變的雷射有一些先天的缺點不容易克服，例如直接電流調變會造成較大的熱效應與雷射波長偏移等等。另外，這種可以直接調變的雷射，雖然調變頻寬已經可以達到10 GHz 以上，但仍低於外部調變器可達到的調變頻寬。什麼是外部調變器呢？一般而言，當用高於雷射閾值的穩定電流偏壓時，雷射二極體會穩定持續出光。
發出來的光是連續光波，透過在雷射二極體後方加上一個可以用電訊號控制的光調變器，就能對波導中的光功率大小，也就是光的亮與暗進行控制。目前在矽光子中，調變器的基本原理是這樣的：本質系半導體，也就是無雜質的純矽裡，如果有電子與電動的濃度變化，它的折射率就會產生些微的改變。因此，只要把矽夾在 P 型與 N 型半導體中間，就可以透過控制兩端的電壓來調整中間本質系半導體區域中電子與電動的濃度，進一步改變本質系半導體區域中的折射率。可是，改變折射率跟控制波導中雷射光的亮與暗又有什麼關係呢？這時候就要講到這個微環形共振器，簡稱環形共振器或共振環。這個環形波導跟原本光走的直線波導並沒有接觸，它是靠着光波在環形波導中是不是能產生共振，再決定光能不能通過直線波導。你看，共振環有固定的共振波長。當共振環的共振波長調整到剛好與直線波導中的光波波長相等時，光波可以在共振環中形成行進波共振，同時能量就會從直線波導耦合進到共振環中。原本的直線波導中就沒有光能通過，等於是關的狀態。那如果光在共振環中無法進行行進波共振，直線波導中的能量就不會被共振環拿走，等於是開的狀態。接着，別忘了，我們可以用改变環形系波導中的電子電動濃度去控制這個環形波導的折射率，也就可以控制它的共振波長。所以，我們甚至不用去改變雷射光源的波長，只要把環形波導夾在 P 型和 N 型半導體中間，就可以微調環形波導本身的共振波長，進而達到對連續光調變的效果。這個環形共振調變器可以在幾十微米的空間內達成高頻率的調變。Intel 在2010年就是利用這種設計，再搭配混合式矽雷射，推出了每秒傳輸速度50 Gigabits， 也就是每秒500億位元的光收發模組，成為矽光子商業化的先鋒。不過那已經是10幾年前的事了。從2010年到現在，矽光子實際發展的怎麼樣呢？Intel 從許多年前便已經瞄準資料中心內部大量資料進出的需求，開始布局矽光子的研發與整合。他們目前也依然是這方面的領先勢力。2024年6月 ，Intel 基於矽光子技術發表了第一個與 Intel 中央處理器共同封裝並且完全整合的光學運算互聯晶片單元，可以支援8個波長在波導與光纖裡面傳輸。雙向傳輸數據的速率達到驚人的每秒4 Terabits， 也就是每秒4兆位元。其他像是 Cisco、Broadcom、IBM 等美國大廠也都緊追在後，更別提一大堆大大小小的新創公司和 Design House 也都想要分一杯羹。那台灣呢？我們雖然在積體電路的先進製程上持續領先，但是因為積體光路的元件尺寸較大，所以其實不需要什麼5奈米或3奈米先進製程。儘管在製程上沒有顯著的優勢，但是台積電和日月光等國內大廠也意識到了矽光子的趨勢，最近幾年開始提出相關的整合與封裝方案。在2025年3月，輝達推出矽光子網絡交換器平台，便採用台積電 COUPE 緊湊型通用光子引擎封裝技術，單一連接部傳輸速度達每秒 1.6 Terabits， 可以透過不同的連接部配置，如512個800 Gigabits per second 連接部或2048個200 Gigabits per second 連接部，實現400 Terabits per second 的數據吞吐量，支援跨地連接數百萬顆 GPU 的 AI 工廠需求。台積電的 COUPE 使用了自家的 SOIC-X 封裝技術，將電子 IC 堆疊在光子 IC 上，借由垂直整合的方式，實現最高的能源效率。而封裝霸主日月光呢，則是推出了散出型堆疊封裝技術，為矽光子的封裝提供新的解決方案。矽光子雖然是這1、2年才躍上科技新聞版面，但背後的技術與原理可是歷經了數十年的開發，未來也很有可能像電晶體一樣，成為科技發展的核心技術之一。而且不只有矽光子，在整個半導體產業的每一個環節，都有台灣的企業持續努力。從線寬更小的製程到全新記憶體結構的開發，由半導體產業張開的細盾，需要不斷創新的技術來維持。進入 AI 時代的我們，此刻回望過去，會發現若不是巴貝奇的遠見、蕭克立的堅持、巴叛圖的闖蕩、諾伊斯的領導，以及張忠謀等企業家的雄心與無畏，我們的科技不會走到今天。現在保護着台灣的細盾，正是過去無數前驅智慧與勇氣的結晶。
對台灣來說，半導體不僅僅是一個產業，它更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因此，我們花了14集的時間，帶領大家回顧半導體產業的前世與今生。至於未來，半導體產業還會有哪些進步，又將創生出哪些新興科技，還會有哪些名字登上矽文明的名人堂呢？嘿，或許就是你啊！畢竟台灣可是頭號玩家呢。如果你對台灣在半導體領域的研究與發展有興趣，也可以搜尋關注泛科學，與我們一起追蹤更多半導體的大小事。這個系列暫時在這邊告一段落，但是新的半導體競爭故事將會持續展開。感謝你的收看，我們未來再見。